快到国庆了，我想大学的各位该军训的也军训的差不多了，后台找我推荐显示屏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想找一块能在宿舍认真打游戏不对，认真学习的屏幕，那这不就巧了吗？华硕在上个月推出的小金刚升级款 VG27AQ-L3A 也叫做小金刚 Max， 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，我愿意称之为大学生宿舍顶配屏幕，也可以看作是华硕为双11准备了一块高配置、高性价比的型号了。那在显示屏的包装上，还是延续了 TOF 系列的祖传风格，整体是偏小的，泡沫两边是没有提手的，开箱的过程稍微有些费劲，但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把显示器倒出来，这个是错误的操作。在配件上给到了一根 DP 线和 USB 的上行线，电源内置没有外置一个大砖头这个好评。在面板部分给到了双重的泡沫填充，虽然底座用的是快装设计，但和显示器固定部分是要上4颗螺丝的，多给的4颗硅胶套就是用来遮丑。接口方面给到2个 HDMI， 一个 DP， 一个 3.5 音频，加上一个 USB 上行和2个下行，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。整体的模具用的还是之前棱角分明的套家族式的设计，右侧的 OSD 按键部分配有一个5项的摇杆加4颗物理快捷键，操作是我用过的显示器中最符合直觉的，并且没有之一。我手里的这款是白色的-W 版本，价格是要比黑色的贵个200块钱，来到了1799，也算是为颜值付出的一点代价，当然大家可以选黑色，会相对的便宜一些。手感是相当不错，Y型的支架底座相对于方形会占用一些桌面的空间，好在角度做的比较大，中间这一块还是可以收纳一个小配列键盘的，稳定性的话尚可，摇晃桌面不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抖动。正面是标准的27英寸3面窄边框设计，窄边不算边框 6.5 毫米，下巴23毫米。这一次的小金刚 Max 主要的加强点还是在面板上，对比上一代的250尼特，这一次来到了最大450尼特，并且支持 HDR400。面板是群创提供的 18B， 但具体型号的话，因为工程模式好像和之前有所区别，就没有办法进入了，这里就不得而知。但官方给到的面板参数是原生支持180Hz 和8比特色身的，在英伟达面板中可以把刷新率调整到120Hz 以下，色身就可以去到10比特，但这里肯定还是优先推荐大家把刷新率拉满。10比特的话，在日常中其实差别并不大。OSD 菜单部分还是我用过最舒服的，没有之一。结合底下的快捷键和摇杆，操作效率是非常高的，可以迅速调整到自己想要的功能。出厂默认的色温是暖色调，调整到标准之后，用红蜘蛛对显示器进行检测，实测可以覆盖99.5的 sRGB 和85.6%的 P3， 色域容积去到了135.9的 sRGB， 色准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最大1.99，平均0.48，白点偏差1.3，主要的偏色部分集中在蓝色，稍微偏暖了一些。伽马同样非常准确，基本上是该在的都在点上了。对比度的话就稍微差一些，只有855.7比1，表现的话和我目前的 Nano IPS 差不多，主要就反映在观看一些对比度较大的影片时黑的地方会黑不下去。那同样这台显示屏也是有 sRGB 模式的，切换到该模式之后再进行检测，可以看到在 sRGB 的模式下，白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偏差，去到了6.78，色准的话还是非常优秀。那这个表现就属于校色之后还可用的范畴了，对一些轻度的剪辑调色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均匀性表格5×3测试最大偏差左下角和右下角都有50尼特，算是一个中等的水平，最大中心亮度可以来到450尼特左右，这个表现可以应付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了。并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这块屏幕在开启了 HDR 模式之后是有一个4分区的背光的，在遇到一些明暗差距对比比较大的场景中也可以做到更大的对比度，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。作为一台电竞显示器也自然是对游戏有针对性的优化，游戏准星这个大家都有的就不提了。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中间局部放大的功能，可以把中间区域放大1.5倍左右手相局的神器了。另外显示器还内置了2个2.5瓦的小音响，如果要求不高的话，听个响还是可以凑合用的。总结一下这块屏幕群创这块面板我本身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，但实际的效果好像还是蛮出乎我意料的。
在做到180赫兹刷新的同时，色准表现还可以拿来进行中清度的剪辑调色。OSD 菜单也是目前的第一梯队，用起来非常舒服。虽然要加钱，但也提供了白色的配置啊，颜值是非常好看的。对于想组一套白色桌大人群来说，也是相当的友好。27寸也是非常适合大学生单人单坐的情况来使用，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给力了。当然黑色的版本性价比会更高。好了，以上的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投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